洛基这个话痨被抓了，还在调侃美队。雷神给他戴上口罩，没收了宇宙魔方，准备带回阿斯加德接受审判。此时复联一大战刚刚结束，到了楼下却又发生冲突，宝石箱被未来穿越回来的蚁人踢到一边，又碰巧被刚走步梯下楼的浩克撞翻，宇宙魔方滚到洛基脚下，他趁没人注意捡起魔方撕裂空间跑了。洛基被随即传送到蒙古国的半空，砸到了戈壁滩上。他刚想吓唬几个当地牧民，时空门却再次出现，走出几个士兵。女军官大壮拿着特殊的仪器说洛基是个标准的时间犯。洛基一脸懵逼，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大壮又说他们代表时间变异管理局，要以违反神圣时间线的罪名逮捕他。洛基笑了，我轨迹之神当了几千年，还第一次听说这么个机构，你抓我一个试试。他刚要上前，就被大壮一棍子怼在脸上。洛基被打成了慢动作，大壮给他戴上时间锁环，他才倒在地上。小队将宇宙魔方捡起，接着就将这条时间线重置了。他们来到时间管理局，洛基趁大壮不注意就想逃跑，却没想到大壮只是按了一下逆转遥控器，洛基就回到了3秒前，再跑还是回到原点。看来这个锁环不摘下来，洛基就无法脱困。大壮将他关进小黑屋，高贵的天神第一次被一个机器扒光了衣服，掉到下一层时他已经穿上了囚服。Please sign to verify this is everything you've ever said. What? Sign this too. 洛基不敢说话，只能乖乖签字。他在一个等候大厅取号，接着就在大屏幕上看见一个时间小助手，专门负责介绍时间管理局。原来在 long ago， 宇宙存在无数条时间线，相互争夺优势地位，差点导致宇宙彻底毁灭。直到3个时间守护者出现，他们将无数条多元宇宙时间线捏成了一股神圣的单一时间线，从而迎来和平。偶尔有些偏离神圣时间线的人就成了时间犯，要么就被管理局带回正确的时间线，要么就原地删除。洛基一听，好家伙，这也太扯了。可他一回头就看见一个不听话的时间犯被原地删除，洛基吓够呛，只能乖乖被带到了审判大厅。审判长问洛基是否认罪，洛基说我是诡计之神，何罪之有？你干嘛不去抓正在穿越时空的复仇者联盟？审判长却说他们做的事情本就该发生，而洛基的逃跑却不该。洛基又笑了，他还是无法相信究竟有什么存在能凌驾于身为天神的自己之上。他不信邪，打算使用法力强行毁了这里。洛基在法庭上张开双臂，却发现法力根本使不出，他非常懊恼，但审判长却不给他时间，直接判他有罪，即将被重置处理。洛基刚要挣扎，一个时间管理局的特工却突然起身，他提出要为洛基担保，并将洛基带出了法庭。原来特工老吴刚刚从1549年的时间分支上回来，他在那里发现有时间小队被杀，这已经是1周内第6起袭击。通过伤口，老吴判断袭击者为同一人。此时突然闯入一个孩子，老吴拿起仪器画了一个小人儿，递给孩子敲了2下，小人就站了起来，这让孩子放松了警惕。他告诉老吴，杀人者就是画像上的恶魔，走之前还送了他一盒爆炸蓝莓糖。老吴刚要重置时间分支，他的助手就给他拿来了洛基被捕的资料。老吴这才赶到法庭，他觉得洛基能帮他抓到杀人的时间犯。在走廊里，洛基看见了时间管理局的恢宏全貌，他被这里的高度发达所震撼，但是依旧不耽误他想跑。可老吴也有时间逆转器，洛基只好乖乖坐下。老吴给洛基放了幻灯片，上面全是洛基的过往，还嘲笑洛基一直使诡计，却一直在输。唯一的一次是在飞机上成功骗到一袋钱，他跟空姐抛了媚眼就跳出飞机，可还没落地就被守门人传送回了阿斯加德。洛基看不下去，他认为这里就是一个幻象，是为了激发恐惧而策划的一场诡计。老吴却说，时间管理局确实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仲裁者，而他只是想深入了解洛基的内心，到底想要的是什么。他又给洛基看了他的未来，那是还没发生的雷神2的画面。因为洛基的过失，导致母亲被黑暗精灵杀死。洛基无法相信这个事实，他挥起椅子砸向屏幕，老吴却再次按下逆转遥控器，告诉他这才是正确的时间线，不管他怎么逃避，母亲都一定会死。洛基坐在地上没了脾气。这时大壮把老吴叫出去，又有一支队伍被袭击了。老吴回到办公室，却发现洛基不见了踪影，一摸兜里，逆转遥控器也不见了。逃出来的洛基正巧看到收走宇宙魔方的管理员，他尾随管理员来到办公室，逼迫他交出魔方。可管理员打开抽屉的瞬间，洛基却惊呆了，抽屉里竟有整整1盒子的无限原石。管理员却不以为然，这玩意儿在他们这里一抓一大把。洛基震惊的起身，他看着屏幕上的神圣时间线，终于明白这才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。说话间，大壮已经追到了这里。洛基按下逆转遥控器，回到老吴的办公室，他再
再次打开屏幕，看到未来母亲的被杀，还有父亲的逝去，哥哥索尔对他的爱护和他们的并肩作战。他第一次哭得像一个孩子。最后他看到了自己被灭霸杀死，属于洛基的神圣时间线，一记天神的一生到此结束。洛基心里五味杂陈，可就在这时，大壮却找到了这里。洛基朝女人走去，打算正面硬刚，却因为不擅长近战，一照面就被大壮按到桌子上。他吃力地拿起逆转遥控器，钻个空子袭击大壮身后，将时间锁环反套在他脖子上。一瞬间，大壮被传送到刚进门的时刻，刚一过来就又被传走。洛基为了撒气，拼命转动逆转遥控器。等老吴回来时，发现洛基失落地坐在角落里。他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到神圣时间线。他承认自己并不喜欢伤害人，所做的那些只是不得已，是幻象的一部分。但他知道自己犯过的错无法挽回。可老吴却并不认为他是一个恶棍。他给了洛基两个选择，一个是作为时间支线彻底被抹杀，另外一个在逃时间犯一直在杀害时间卫队，而他们需要轨迹之神的协助。洛基纳闷为什么选他。Variant we're hunting is you. 而在一条1858年的时间支线上，一个小队经过检测，发现了3000年以后的仪器。队长看到地上的石油，认为是有人找到了时间机器，穿越到过去，想要倒腾石油暴富，就没有在意。可刚要重置时间，远处就出现一个人，他将油灯扔在地上，周围瞬间着起大火，将整个小队全部吞没。队长艰难地爬向时间重置器，想要抹掉支线，可还是没能做到。重置器被时间犯抢走，而这个人正是另一条支线上的洛基。洛基第一集到此结束。为了更清晰地看懂后面5集，有几个知识点需要大家理解。第一，多元宇宙原本是存在的，后来被时间守护者捏成了一条时间线，所以就形成了现在这一个主宇宙。神圣时间线就像一条鞭子，一旦有人穿越时空，就会在鞭子上产生一个分叉支线，这个支线只要不越过主时间线的红线值，就可以被时间重置器抹除。本来复仇者用完魔方是要归还的，但因为洛基的意外穿越，将魔方带到了时间支线上，复仇者无法归还魔方，导致主线发生改变，所以洛基才会被时间管理局制裁。因为主线上所有的故事已经被设定好，洛基在神圣时间线上的一生不会被改变，发生更改的那一段自动变成了新的平行宇宙，只能被抹掉。而另一个残杀时间卫士的洛基，就是创造出另一个平行宇宙却没有被抓到的洛基。至于他残害时间卫士和收集时间重置器的原因，且听下回分解。